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最近3281的 KVK， 也就是88还有20亿的大哥 KVK 正在进行中。在前2天，他们的关卡8开放了，这份报告打了4个小时多左右。那这里你们也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补兵是真的很夸张。那现在我们先看的报告是来自驻防的报告，那你们可以看到下面全部的部队呢，基本上都是被 AOE 打到的。毕竟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报告也特别长。那么这一次的集结只有1个集结而已，没有开双集结。那因为驻防的车头会爆的关系，所以他的驻防也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各个菠萝头或者是同一个玩家，有的时候会替换成芝诺比亚菠萝头，就是说不管是集结还是驻防都是有 AOE 的。那可以显然看到，如果只是光靠看集结跟驻防的报告，显然是集结方的赚比较多。毕竟不管怎么说都好，驻防还是用混兵的关系啊，所以他这里的报告不太好看，也算是可以理解。这份报告看起来就是最后集结方是没有多少的部队，所以就没了。那么刚好他们这个关卡正在攻击的时候，我是在现场的，我是看到3281的部队走下去打他们的集结，干扰到他们的战斗，而让85的集结没了。所以说实话，这份报告是有一点可惜的。我是觉得说他们是有那个能力可以破纪录，但是因为被3281那边干扰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只能到4个小时而已。坦白说，4个小时并不是万国觉醒史上最长的报告。我这里有一份报告是拥有10个小时的集结，你们看到这个密密麻麻的补兵就知道有多夸张了。集结和驻防所损失的战力大概有 4.5 亿以上。不过今天的主题还是讲回这个4个小时的报告啦。虽然这份报告没有像刚刚那个这么夸张，但是这份报告也是大概损失了 4.7 亿战力是真的很夸张。虽然时间没有这么长，但是损失的兵力已经很多了。而且各位你们要知道，他这个损失的战力只是在集结跟驻防而已，还没有算其他的部队。并且还要跟你们讲的就是他们正在打 KVK3 而不是征服赛季。那你们可以看到他这里的装备属性呢，加6的意思就是已经有专属了。因为在上次影片我有说到有专属的时候，有一些玩家误会是不是我看错了，没有错， KVK3 是2+1专属，征服赛季才是3+1，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双方的争议都算是不错的，毕竟是车头嘛，而且要打这么久。不过这里总数加起来也大概6件或者是7件专属，因为他们在 KVK3 呢有一些饰品是不能用的所以有些饰品可能是没有专属，只能用紫色的饰品。所以严格来讲，双方的装备差距不会说太大，就只能看双方的军器怎么样了，有多少的专属铭文。不过在刚刚你们也看到报告了，就是集结方比较赚。那现在我们要回去看一下总体报告到底哪一方赚的更多。现在我所分享的报告是由驻防方所分享的报告。那各位你们可以看到，就算是看总体报告，其实驻防也是没有赚的。不过在扣除了跟集结对打所赚到的击杀，其实大多数的击杀都是来自其他的野战部队或者是在关卡附近的部队。毕竟你们也看到了，在战斗趋势那边下面一整排全部都是被打到的。像它总体报告是赚了5亿左右，但是跟集结对战的时候只有赚4亿，也就是说另外1亿的击杀都是靠野战部队或者是 AOE 打到的部队。所以我们暂时先记录 1.1 亿是由驻防那边所赚到的分数。但是你们可以看到下面所打到的部队呢，虽然是有些部队是真的可能不小心站在关卡附近，但是我发现到更多的就是可能集结里面的部队不够兵力了，他们就特意去打关卡，或者是给关卡打到 AOE， 然后尽快的把部队死掉送回家。所以确实他们表现是真的很不错的，因为我看到大多数 K1 到 K3 的玩家都不会这样子的行为，甚至是 K4 都有玩家不知道要这样子做。确实的，如果你们想要更快的去替换部队去填兵的话，装关卡装集结是最好的选择。虽然是会损失一些兵力，但是替换速度变快了。不过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的集结才可以打到4个小时。那在看了驻防之后，我们看集结的报告比较精彩，有很多反集结这个就是集结的报告了，可以显然看到集结补兵是比驻防还要更夸张的。这里我放上对比，你们就可以看到到底有多夸张了。上面的报告是来自集结的，下面的报告是来自驻防的。那各位可以看到集结补兵的那个次序是真的很平稳的，很少有跌宕起伏。相反，驻防的变动就比较大。那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都知道，如果你的集结或者是驻防保持这一个稳定的水平的话，报告通常会比较好看，因为一直不断的把血线持续拉高。不过当天我是有在场的，我看到72的人数其实稍微少一点，我有去问过78了，78说那个时间点刚好是72的到 time，
所以或许补兵的玩家并不是这么多，才会看到这个起伏比较大。不过我觉得他们其实表现都算是不错了，如果是在他们 downtime 都可以维持4个小时的驻防。那我们接着看集结的报告，因为他们打的时间比较长的关系，所以下面也是一样非常长。那下面我就不要拉下去给大家看了，我们直接看总体报告。那刚刚我们看驻防报告是亏的，然而集结报告反而是赚了1倍，而且它这个数目是真的非常夸张，因为他们所用的集结统帅是亚述搭配诸葛亮的关系，所以只要对方他们有部队从关卡走出来，全部都会吃到 AOE。还有关卡里面的部队如果要换兵的话，也是必须要装上集结之后才可以快速回家。那么刚刚的报告各位也看到了，其实驻防跟集结单挑的报告，驻防方的报告是没有这么好看的，是比较亏的。不过这份报告其实有分成2段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段，打的时间其实并没有很久，后面是因为有替换统帅，所以就断掉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份报告还是集结方稍微赚一点点，不过考虑到驻防他们是用混兵来驻防啊，所以严格来讲驻防不算太亏。那么双方的装备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主要还是要看军器。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报告是赚了1600多万的击杀积分，接着我们看接下去的。OK， 那么你们看到这个关羽跟 CP 的驻防不要太惊讶，其实它是显示错误因为我的影片其实有一些不会中文的观众会看到，它这里写的是戈尔戈跟菠萝头，这游戏显示错误才会变成关羽搭配 CP， 而且它的 CP 也变成紫色的了。这份报告属实有一点搞笑啦。一样的，如果加上双方的战力损失呢，大概是 4.6 亿左右。那我们点开部队整理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正常统帅的头像啊，只是点出来又会变成关羽跟 CP。可能是这个报告太长了，所以有显示错误的问题啊。那其实它的驻防跟集结的玩家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不确定为什么它会分成2段。所以严格来讲，这里的争议跟前面看到的是差不多的，只是驻防他们会有替换其他的玩家去驻防，所以有可能会有变动。现在我们看一下集结到底赚了多少。如果我们是把集结攻击驻防所赚到的击杀积分来扣除掉总数的话，豹5通过反集结、野战部队或者是 AOE 攻击到的部队，大概是赚取了3亿的击杀积分，所以对比起来，确实集结方是比较赚的。但是因为这个集结打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4个小时，所以中间有很多反集结。所以我们这份报告接着往下看有多少个反集结。那首先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部队啊，可能是无意间打到的，不过大多数还是一样，为了要替换部队而去攻击集结。或者是有些部队是为了要补兵，但是不小心攻击到的集结。那这边就看到了有反集结的报告。不过各位也看到了，当他的反集结出来之后，他的兵数是直接变成0了，也就是说85的部队是直接把这个集结给围掉了，所以参考价值并不是很高，并且这个反集结的玩家其实他的争议也不算是特别高，算还可以而已。不过其实他就算是争议高也没有用啦，因为这个集结出去就直接被围掉了。那因为这份报告实在是太长的关系了，所以我就直接把我看到的一些反集结报告直接放在上面。虽然72是有持续的在开反集结，但是我这边看到85的报告呢是没有多少部队去围殴他们集结的，也就是说当时候的72只是开反集结而已，并没有派太多的野战部队去围殴85的集结。但是因为他们这边大多数的反集结都是被85那边给围掉的，所以我不确定他这里反集结有赚多少。也可以发现到他们有时候用的反集结就是阿提拉5天、塔里克巴加尔，或者是带一些有 AOE 的统帅，比方说诸葛亮，看能不能收割一些玩家。不过假设说你们看到右手边有一些报告是没有变成0的话，那些集结一般都是清零城市的集结，只是刚好从关卡出来的时候经过85的集结被 AOE 打到，所以才会有报告在里面。那么后来81那边呢也是开了一个反集结去攻打85的集结，但是当时候85的位置其实是在另外一个关卡，在上面的关卡，所以他们这个兵下来呢是走很遥远的路。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这个21大哥的小号他的专属装备是很多的，虽然他把这个账号取名叫农场，但是他这个账号其实是从征服赛季那边回来的，所以肯定是有全专属装备的。不过就算装备再好也好，他们的野战部队没有办法过来补兵填这个集结的话，也是一样死的。所以后面我所分享的反集结报告呢，有时候是72的，有时候是81了，两边就一直不断的开反集结去攻打85的集结。到了后来，因为81那边派了一大群的斑马部队从上面直接走下来，去攻击85的田兵还有野战部队，导致成这个集结报告不能持续下去。你们可以看到后面他的兵量开始慢慢减少，
很难再保持超过150万的兵力，变成最后没有办法，这个集结只能取消。所以讲难听一点，就是8·1破坏了他们的好事，原本这份报告可以再更长了。所以后面的报告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玩家是来自8·1的。那么这份报告就是打超过4个小时的报告了。本来我是想要去检查他们有没有带到其他的兵种，但是这份报告实在是太长了，没有办法点开所以到底有没有混兵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不过我不得不称赞一下这几个 K3 的王国，这份报告确实是表现得很不错的。毕竟这个游戏的玩家越来越少了，他们能够打4个小时的报告，我觉得很好了。可是遗憾的就是他们这个报告打了4个小时，但是在第2天的报纸居然是没有写伤亡了多少的部队，只是写4个小时而已。老实说，如果我是8·5或者是7·2的话，是不太能够接受的。我们死伤了这么多兵，你居然没有写出来，只是写4个小时，反而这份报纸有写到3281伤亡了多少的部队。我是真的严重怀疑莉莉丝是不是偏心巴巴或者是 Ikram。 不过最后这个关卡还是成功突破了。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4个小时的报告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